其实你的胆固醇高啊，和你爱吃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，而且很多人啊并不知道胆固醇是什么，但就是觉得胆固醇啊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今天呢，我替胆固醇说句公道话，它就是我们组织身体的重要材料，类似盖房子的红砖，不存在所谓的好坏啊。其实咱们身体的细胞、激素、神经的外皮、胆汁，全得用这块红砖。没有胆固醇啊，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。所以咱们的目标呢，从来不是让胆固醇消失，而是让它待在该待的地方。这个胆固醇啊，就是身体里的红砖。而咱们身体里呢，有个砖厂，就是肝脏。80%的红砖啊，是砖厂自己造的，只有20%是从嘴里吃进去的。所以呢，有的人不吃肉，但胆固醇照样高。答案就在这里。砖怎么运出砖厂呢？咱们身体里啊，有一种卡车，叫低密度脂蛋白啊，它的工作就是从肝脏这个砖厂出发，把红砖用到全身各处的工地上。这本来是好事，可是呢，车太多路太窄，工地上的砖呢又没用完，砖就会随便丢在路边。而这个路呢，就是血管，今天丢一点，明天丢一点，这条路呢就逐渐被堵了，也就导致血管变窄变硬供血就出问题了。所以医生啊，让你降低密度脂蛋白，不是不让你运红砖，而是别让砖丢在路边堵路。那有没有清理路面的呢？也有，它叫高密度脂蛋白，类似城里的那个垃圾转运车。这个垃圾转运车在血管里溜达看见路边有丢弃的红砖，就会捡上车，运回砖厂存放，让那个路面干干净净的。有些大爷大妈体检一查，这个高密度脂蛋白低了，那就等于环卫工呢集体请假，血管这条路堵了也没人管。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增加高密度脂蛋白的方法，就多吃深海鱼类。这个报告单上还有一位主角叫甘油三酯，这两个指标虽然都带着个酯字可它们呢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甘油三酯它就是身体的能量棒。你吃进去的糖精米、白面这些精致碳水，熬夜零食、酒等等，这热量太多用不完，身体就把它们交给肝脏，打包成甘油三酯，塞进你的脂肪细胞里面存起来。所以呢，甘油三酯是吃的总热量超标，和吃不吃肥肉并没有直接关系。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是甘油三酯超标有哪些坏处。这个甘油三酯它高一点不可怕，把摄入的热量呢降下来，它就跟着下去了。可它一旦高到一定程度最危险的就不是伤血管，而是胰腺。记住两个数字5.6和11.3，单位是毫摩尔每升。超过5.6，你就要开始警惕了。超过11.3引发急性胰腺炎的风险就会明显上升。到那一步
这个人就会直接送进 ICU 了。接下来呢，我来回答大家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有人问刚叔，我不吃肉啊，为啥胆固醇还高？你以为胆固醇全是嘴里吃进去的？错，您这个身体里胆固醇有80%啊是肝脏合成的。很多人是不吃肉，可饭量大呀，爱吃主食，爱吃点心，爱喝饮料，这些东西呢进了肚子里啊，统统变成糖，糖在肝脏里一加工，就变成了胆固醇。所以光不吃肉没用，还要管住碳水的摄入才行。第二个问题呢，有人问我天天吃素，怎么血管里还长斑块？因为这个素菜啊不等于清淡，日常吃的零食、点心、奶茶和重油炒的菜里面全是反式脂肪酸，而反式脂肪酸呢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升高，最终呢导致胆固醇啊被丢弃血管中啊，让血管阻塞。第三个问题，有人问鸡蛋黄到底能不能吃啊？我的回答是放心吃啊，一个鸡蛋黄啊，胆固醇大概也就200毫克，咱身体一天自己造的得好几千毫克了。再说了，这个蛋黄里除了胆固醇啊，还有卵磷脂，可以帮你把血管的油乳化，从而降低斑块的生成。只要您不是一天啊吃10个8个，对身体呢根本没有影响。第四个问题啊，就是还有人问啊，喝红酒真的能软化血管吗？您听说的那个东西啊，其实叫白藜芦醇，理论上确实是可以软化血管，但是红酒里的白藜醇啊含量很低，你每天得喝好几瓶才有一定作用。那这种喝法啊，你的肝脏马上就会罢工了，完全是得不偿失啊。如果真想软化血管，还不如多喝点白开水，多运动，多出点汗。最后一个问题呢，是如何降低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？降甘油三酯啊，就6个字：管住嘴，迈开腿，要控制碳水和脂肪的摄入，增加运动对能量的消耗就能解决了。但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方法就完全不同了。我得说句实话啊，少吃、多运动、戒烟、控体重、睡好觉都有用，但靠这些啊，对很多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血液里啊，70%到80%的低密度脂蛋白是身体自己合成的，它和年龄增长、遗传因素、激素变化、体重、胰岛素抵抗、甲状腺功能异常、慢性疾病还有慢性炎症都有关系。这不是你短期管住嘴迈开嘴能解决的啊。所以医生让你用药的时候啊，千万别降更不要自己偷偷停药、偷偷减药，一定要让医生来评估。其实啊，从人类进化了几百万年的历史来看啊，这个身体能囤积是这个脂肪本来是件好事儿，能存住能量，闹饥荒的时候啊，
才饿不死。我举个例子啊，30、40年代的时候啊，人们吃不饱，营养不良，那个时候啊，根本就没有这些代谢的信息。在那种情况下呢，免疫细胞连原材料都没有，所以最怕的反而是传染病。短短几十年后的今天啊，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吃的太多了，运动消耗少，脂肪堆积的太多啊，代谢疾病就排着队上门了。所以我一直说啊，最好的治疗是从养开始，而这个养呢，就是均衡，一切都不能走极端。下一期啊，咱们讲堵血管3种材料里的最后一种，叫重金属。这个东西啊，比血糖、血脂啊藏的都深，很多人都没有重视过，但它的危害呢，也是最大。最后，血脂对你造成了什么困扰？报告单里哪些数据是你不理解的？评论区写下来，我来给你分析明白。咱们评论区见。